世界将爆发一场规模巨大的金融危机。有些人说高志凯有胆量，也有人说高志凯是不是看好莱坞大片看多了，整天想着一些恐怖的情况。到今天为止，资本市场所发生的所有的风暴，都是用北京话说小菜一碟，都是序幕。这个高潮还没发生呢，高潮在哪里发生？我觉得就在这儿，就在美国这边发生。终局在哪里？终局也在美国。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最近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预警信息越来越多，比如高志凯就第3次发出最严厉警告，2026年底到2027年上半年，全球大概率会爆发一场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烈度可能超过2008年的次贷危机，甚至是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的10倍。这话是高志凯在深圳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上当着一众金融大佬的面讲的。话音刚落，全网炸锅。有人说他危言耸听，也有人说他终于把很多人心里清楚但不敢说的话明明白白地讲了出来。那么世界经济危机真的要来了吗？从最近发生的一些现象中，能否看到一些端倪呢？一起看看这位博主怎么说的，能不能从里面得到有用的信息。直接看视频。全世界的资本大佬到底看见了什么趋势？达利欧在发危机预警，高志凯在发危机预警，巴菲特在高位套现，李嘉诚也在疯狂套现，现在就连欧洲和日本的央行也做出了违背规律的怪事。你看看现在的全球的金融市场实在是太诡异了。经济疲软的欧洲突然宣布加息，日本把利率直接拉到了30年来的最高点，亚太股市一路狂飙，但货币却在一路贬值。还有本该避险的黄金和比特币现在却在持续下行。最魔幻的是，在美股泡沫已经如此明显的情况下， SpaceX 竟然还要顶峰上市。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多反常的事情呢？很多人说的云里雾里，其实所有的诡异现象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逻辑：美国的债务危机快要兜不住了，他们正在想办法向全球转移危机。而各国的资本大佬和欧洲、日本的央行，他们也察觉到了美国的真实目的，这才做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不信我们把这4件反常的怪事串联一起，所有问题的答案都会瞬间变得清晰。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件怪事，明明经济萎靡不振，为什么欧洲和日本要加息？大家都清楚哈，加息就是把市面上的钱给抽到金融系统里面，一般呢是为了给经济降温而采取的一种金融措施。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如今欧洲经济萎靡不振，德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增长停滞，日本在多重打击之下，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甚至还不到1%。那么按照正常的逻辑，他们理应该赶紧降息来刺激经济，对吧？但是6月11号，欧洲央行却突然宣布加息25个基点，3年来首次调转金融工具。那5天之后呢，日本央行也跟着加息了25个基点，创下了自1995年以来的利率最高纪录。为什么他们宁可经济承压也要硬着头皮加息？核心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想要缩小和美元的利率差距，防止被美国红心，要保住自己的汇率和整体资金盘。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他们在和美国人抢钱。好，我们再来看第2件怪事，亚太各国的股市不断上涨，为什么他们的货币却在持续的贬值？炒股票的朋友都知道哈，过去1年呢，韩国和日本的股市屡创新高，很多公司的市值翻了好几倍都不止。为了抓住这波资本红利，韩国人甚至搞出了4代同堂的新玩法，那么录光了信用贷、抵押贷、保单贷和信用卡贷，把自己所有的资金都砸进了股市里，就是为了逆袭改命。很多人也确实赚到了大量的钱哈，但是诡异的是，在日韩股市不断狂飙的同一时间，他们的货币却在不断的贬值。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反常的事情呢？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有外资一边在拉高股价，一边在卖掉股票换成美元紧急撤退，而日韩的散户还在盲目追高，成了典型的高位接盘侠。因为但凡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清楚，汇率才是资本投票的真实态度，股价是它的一个账面数字而已。好，我们再来看第3件怪事，为什么黄金和比特币这类避险资产会持续的下跌？按照大家以前的经验呢，越是经济下行，越是全球局势动荡，黄金就越应该上涨。但是诡异的是，黄金的价格却最近跌回了2025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有一个抽水机抽走了市面上大量的资金。华尔街左手拿着 AI 革命的宏观趋势，把钱吸进了科技股，右手拿着美债的高利息，把钱锁在了美元体系。黄金和比特币被两头抢先，导致大量的资金没有办法流入到他们的池子里面，这才让黄金出现了上涨乏力的现象。甚至比特币还被华尔街用金融工具加了各种限制，现在已经快要沦为给美股续命的资金池了。好，最后我们来看第4件事情，美股的 AI 泡沫已经如此明显了，为什么 SpaceX 还要顶峰上市呢？现在美股7巨头的市值已经合计超过了22万亿美元，几乎
等于整个美国的 GDP 了。那像 Meta、亚马逊、微软、谷歌、特斯拉这些公司，他们加起来在 AI 领域已经投入了接近6000亿美元的资金，但他们的总体收益竟然只有350亿美元。他们花的钱很多都是在 AI 公司内部流转，左手倒右手，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收益。即便是 ChatGPT 这种划时代的产品，它的年订阅收入却依然只有100亿水平，而他们要烧掉的钱早就达到了1000亿级。在美股泡沫如此明显的情况下，华尔街为什么还要强推 SpaceX 上市，让它狂吸2万亿美元资金？答案很简单， SpaceX 可能是资本集团为自己找好的危机逃生舱，因为这些资本巨头很清楚现在美股的 AI 泡沫迟早会破，所以他们必须在泡沫破灭之前，把自己手里面虚高的纸面财富换成可以扛住危机的硬核资产。而 SpaceX 做的业务大家都清楚可回收火箭、星链卫星互联网，这些都实打实的硬核科技和实体业务，抗风险能力远比那些金融泡沫要强，这是他们对抗金融危机的一个应对措施。而这所有的诡异的动作的起点都源自于美国的债务困境。为什么高志凯会预言美国会爆发金融危机？因为12到18个月之后，美国将有一笔10万亿美元的低息旧债集中到期，这笔债务是美国在零利率时代借的，当时整体利息只有 0.5% 到 1.5%， 还款压力很小。现在美国利率长期维持在 4% 附近，还款成本直接暴涨3到5倍。这就像你信用卡欠了10万块钱，以前年利率是 1%， 一年也就是1000块钱，现在利率涨到了 5%， 一年利息涨到了5000块钱，你突然就有点难以为继了。美国也是类似的情况，现在不仅是借新还旧的模式玩不下去了，像日本、中国、沙特这些大客户还在疯狂的抛售美债，这就导致美债无人接盘，债务危机出现了全面崩盘的迹象。不要以为美国人可以无限印钞解决债务问题，美联储从来都不能随便印钱，因为美元的本质是靠全球资金买美债做准备金发出来的。现在大家不买美债了，那美国的印钞机就会瞬间停转，这才是影响美国国运的重大事件。一定要记住，美债才是美国很多问题的根源。美国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动作，其实都是为了消化债务。1997年，美国就用金融工具拉爆了世界各国的资产泡沫，逼迫全球资本回流美国，这才化解了当时的美债危机。当时他们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首先第一步呢，先放水吹大泡沫，在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让美元流入东南亚、东亚地区，推高当地的股市、楼市，然后在各国市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在1994到1995年突然宣布加息，虹吸全球资金，随后在1996年又暂停了加息，开始降息，让市场放松警惕。正当所有人都以为美国的屠刀已经放下的时候，1997年3月份，美联储再度加息，拉爆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当这些国家资产价格暴跌的时候，华尔街就会趁机过来抄底，然后带着大量的美元回流美股，把美国的互联网泡沫危机续了3年时间。中间美国为了更加保险，还在1999年发动了科索沃战争，打崩了欧元的汇率，吓得欧洲资本疯狂涌入美国，这才把美国的危机压到2000年才爆发。现在20多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美国人玩的还是同样的剧本。但有意思的是呢，欧洲和日本这次不想再当冤大头了。1997年美国的收割行动让日本经济直接陷入到了增长停滞，让欧洲成了美元霸权的附庸。所以呢，当美国这一次故技重施的时候，他们察觉到了美国的真实意图，他们抢在美联储之前进行加息，就是为了稳住自己的汇率和资金盘，避免再度出现1997年的悲剧。那明白了这个，你再来看一看高志凯的危机预警，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这一次美国面临的危机是巨额债务加 AI 泡沫加地缘冲突，3个火药桶凑到了一块，而2000年只是单纯的互联网泡沫，所以他才会说这一次金融危机的烈度会是10倍于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这才是他预警的根本原因。看完视频，大家觉得2016年底到2027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危机会爆发吗？其实危机已经在靠近了，从我国的房地产也能看出，大家买房的意愿不高了。4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是负的100亿元，钱越来越难挣了，消费领域会一路下降。如果这场史诗级的金融危机真的要来，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准备呢？首先，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如果危机一旦爆发，产生的冲击波会通过汇率、物价、就业和资产价格层层传导到我们身边。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个人觉得有3条建议可以参考。第一，尽早的卸掉自己的杠杆，不要借超过自己还款能力范围的钱去炒股、买房、消费，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去消费投资。第二，保住自己的稳定收入，在危机周期，现金和稳定收入比任何资产都要重要。不要轻易辞职，尽可能的学习提升技能，增加副业收入，多一层保障。
留够3到6个月的现金储备，应对极端情况。第三，分散投资，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现在科技股相当火热，不要盲目的跟风压住，一定要降低投资风险。普通人就老老实实的把钱存在国有大银行里面。对于普通人来说，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信息的真假难以分辨，不能保证赢，但至少不要输得太彻底。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谢谢大家。